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卡拉君。最近呢，有个网友跟我说，他对养殖很有兴趣，特别是对养鸽子这方面挺有兴趣的。所以呢，他想通过养鸽子来创业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在养殖这方面呢，完全是个新人，根本就不懂这个养殖方面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做一期关于养殖鸽子的系列，就是讲述一下鸽子应该怎么去养，鸽子应该怎么去卖。主要是给一些养殖新人作为一些参考吧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呢，就是没有搞过养殖的人呢，我不太去建议他们搞养殖创业，因为呢这里面的坑实在是太多了。就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呢，你不懂这方面的流程的话呢，是很容易掉在坑里面的。就是我认为呢，只有那些胸有成竹的人去搞这方面的创业才有可能成功。不然的话呢，一般不太懂的人的话呢，他要亲身去踩这么多坑，我怕一般人都是扛不住的。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鸽子应该怎么卖。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卖鸽子这个事情是挺简单的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其实呢，很多人有所不知啊，这个卖鸽子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大坑。相对于鸡鸭鹅啊、猪肉啊的话呢，这鸽子呢其实是比较少吃的品类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市场上呢都是比较少见的。只是有一些特别喜好吃鸽子的地区呢，市场上才卖得多。但是如果很多地方呢，它吃鸽子的人很少呢，一般都很少卖的。就是像我们这边的话呢，鸽子一般市场的话呢都很少见，可能你偶尔有那些有其他商家附带着卖3-5只啊，这样子倒是有的。所以鸽子呢，其实主要是供应酒店的。供应酒店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养鸽的人呢，这鸽子呢，它就是卖给那些大的屠宰场的。然后呢，屠宰场它屠宰好之后就是卖给酒店嘛，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。所以呢，像我们自己的话呢，都是有专门的这些屠宰场来收的。就是在博罗那一边的，我们这里呢是惠州市惠东县，那个屠宰场呢是惠州市博罗县，离这里呢有100多公里吧。所以养鸽子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就考虑好，你这鸽子究竟是卖给那些鸽贩子，还是说卖给屠宰场。如果你养几百对的话呢，你这个鸽贩子还能说帮你收一收，因为你的出宰啊并不是特别多嘛。如果你说养几千对的话呢，这些鸽贩子他就很难承载这个这么大量的乳鸽了，只有那些屠宰场才能帮你收。但是呢，屠宰场收的话呢，它是有几个条件的。一般屠宰场收的话呢，它都是希望收的越多越好的，因为像他们收的话都是采用那些大车来收的，一部大车能载7-8千只这个乳鸽。一般来说他们最少也要收5000只左右嘛，就是所以他们一天当中呢会去很多家这些鸽子场去收鸽。以我们自己为例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养了4500对种鸽，然后呢这个每天产的乳鸽呢大概也就是200只左右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屠宰场它每4、5天就会来收一次，所以一次呢能收大概1000多只左右。1000多只呢，离这个5000只差距还是挺大的，所以屠宰场呢它也会去其他的鸽子场来收这个鸽子。所以呢，想要这个屠宰场来收这个鸽子的话呢，你这个鸽子场必须和其他的鸽子场呢相隔很近，这样呢屠宰场它才方便收这个鸽子。如果呢你在方圆数10公里都没有其他鸽子场在你旁边的话呢，这些屠宰场它一般是不太会来收你这个
鸽子的，因为呢它收的少的话呢，摊在运费上面其实它是不划算的。像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离其他的鸽子场的距离可能就是10多公里啊，20公里左右，所以呢，这个屠宰场它还是愿意来收的。如果相隔太远的话呢，它一般是不太会来收的。之前有看我的视频的朋友就知道，最近呢，我们来收鸽子的都是一部小货车那种小皮卡来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就是这个皮卡呢，它也是养鸽子的，就是说那个屠宰场呢，请他来帮忙收我们这附近的鸽子，然后呢再运送到博罗那一边，这样呢，他这个屠宰场呢，他就不用这么麻烦嘛，就是跑太远嘛。小货车的话呢，它就不用载太多货。大货车的话呢，它要载很多货。如果呢，它大货车来这里载，又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载，它呢，这大货车呢就不划算，所以呢，它就是委托这个小货车来收的。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的。其实这个屠宰场呢也是蛮严格的，这个鸽子呢就是要养的比较肥美、比较大个，它才来收。所以呢，一般我们养这个鸽子呢，最好就是选那种比较大种一点的鸽子，它的乳鸽比较大，别人呢才愿意收。如果它的乳鸽呢是很小只的那种呢，它屠宰场呢是不太愿意收的。所以这也是一个坑哦，因为我们附近有些养鸽子的话呢，他们的那些种鸽都是小种的种鸽，所以呢，屠宰场不太愿意去收，这样导致他们在疫情的这一段时间呢，亏损很严重。如果你养的特别少的话，就是说，每4、5天呢，你只能养出200、300只乳鸽啊，这种鸽子场的话呢，一般屠宰场都很不太愿意来收的，所以这个数量上一定要保证有1000多啊，可能比较好一点。想了解更多关于鸽子的事情呢，可以关注我。之后我会在一段时间呢，持续的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养殖鸽子的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我是卡拉君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赞加关注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